我原本是一名顶级服装设计师，可是就在今天，突然他隐约听见一个低沉且没有一丝起伏的声音传来。魂归来袭。就在这时，他整个人都被这冰冷的声音勾去了意识。真是怪异。殿堂上的身影看不清面目，语气有些疑惑。请问这是哪里？我为什么会来这里？一清，你是大功得者，本应大富大贵，荣耀一生。这早逝的仪式只是你这一生的开始，还有命定的姻缘在等着你。拿着这2块牌子去继续你的人生吧。2块木牌自然地飞到了他手上，还未待他细问，便被严军轻轻一拂袖，连人带木牌送走了。易青青被送到了一个广场上，广场上只有寥寥几个人。一个穿着工服的工作人员看到他出现，上前来：姑娘，快去抽奖吧，别管那些眼红的人。易青顺着指引看过去，只见广场中立着2个巨大的抽奖机，左边那个前面有个男人在抽，易青也走过去，想着先看看情况。只见那人把一个和他手里一样的木牌放进了抽奖机的卡口里，抽奖音乐响起，一团金灿灿的光芒从抽奖机中涌了出来，汇进了那人身体里面。居然是玄幻世界，看来我要称霸意识洪荒了。异世界打打杀杀的，估计危险得很。到了易青，他小心翼翼地把木牌放进去，光芒涌入他的身体，他瞬间对自己要去的世界和身份有了了解。于是他又迫不及待地去了那台金手指的抽奖机面前。同样的一束金光过后，说好的大富大贵呢？签到系统和年代文搭吗？好了，你现在可以去转世重生了。工作人员刚送走易青青，转身就看到了一个威严的身影。严军大人，您怎么过来了？那名工作人员竟看到严军大人身体里走出一个分魂，跳进了轮回井，本体还从中取出了一本金色书册样式的世界核心来，好像就是刚刚那个女鬼去的书本世界。青青，妈给你带早饭来了，记得吃，妈中午再来看你。赵香兰放下饭盒，又摸了摸闺女的头，这才放心离开。看着母亲的离开，易青青有些感慨，终于平稳落地了。这就过来了吗？只是穿越的这个节点有些不太好啊。原主这时候已经去街道报名下乡了，分配的地方也都出来了，在祖国的东三省铁岭市大兴镇响水村，3天后中午的火车。原主的母亲赵香兰是纺织厂女工，父亲易建设是机械厂工人，还有一个哥哥，今年20岁，在机械厂当学徒工。自从大哥年前娶了媳妇，嫂子刘美丽刚进门时开始还好，又贤惠又勤快，但她没多久怀上了，从这开始就原形毕露了。青青，你都是大姑娘了，不能再在家里啃老了。对面的小娟和你一样大，都工作2年了，你既然不想去工作，嫂子呢，好心给你找个好人家。我娘家的二哥可是个顶好的汉子，人又老实，你嫁过去绝对不会吃亏的。嫂子，我暂时还不想嫁人。后面原主禁不住嫂子刘美丽作妖，经人一鼓吹，头脑一热就去街道报名了下乡。可是下乡的苦哪里是那个从小备受宠爱的小姑娘受得了的？原主竟然故意用凉水洗澡，又开窗吹了一夜的冷风，想生病逃过去，没想到一命呜呼了。唉，原主算是自作自受了。她挂了一夜点滴，这才有了点精神，肚里早就空空。她披上衣服，把饭盒拿过来，易青青赶紧喝了一大口粥。奶奶，我也要鸡蛋，喝米粥。喝什么喝？你奶奶我还一早上没吃呢。死丫头，吃这么快干什么？又没人跟你抢。许大娘气得拍了拍床板。易青青不接茬，许大娘也闹不起来，只能一个人唱独角戏。易青青吃完早饭，感觉自己身上有劲儿了，烧也退了。就在这时，脑海里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尊敬的宿主，你的签到系统为您服务。签到地点有醒目的特殊标识，不同标识签到需要的签到点数量不同，请自行探索。2. 需要直接接触签到地点才可签到。3. 签到物品种类多样，请自行探索。4. 签到需要用签到点，初始签到点3点，获得签到点方式请自行探索。5. 签到所得物品自动存放至系统空间。随着系统声音响起，易青青在心里认真地对自己说：我一定会好好活着的，当然也会替你好好活着。感觉有些无聊的易青青慢悠悠地走出病房，想着能不能进行第一次签到。咦，那是个什么？易青青远远看到了一个荧光色的倒三角浮在空中，周围的人对这个荧光三角形视而不见，
他还见着有一个护士直接从上面穿过去了。并发现南平县第一卫生院药房签到地是否消耗1000道点签到？果然是签到点，别人都看不见。我记得还有4个签到点，赶紧先试着签到挨试试。签到成功，获得装满常用药的小药箱1个。哇哦！易青青很快发现，之前空空如也的系统空间多了一个银色小箱子，上面还有一个红色十字标识。易青青意识一动，小箱子自动打开。药箱里的东西可不少，有外伤用的红药水、紫药水以及纱布，有这个时代常见的退烧药安乃近、清热解毒预防感冒的板蓝根、治上火的维 C 银桥片、打蛔虫的宝塔糖、治中暑的人丹，还有健胃消食的山楂健脾丸，基本上涵盖个这个时代常见病症的药品。有了这些药品在，我至少不用担心去乡下生小病就医的问题了。易青青签到后，荧光色的签到点就暗淡了，他又试着去签到，看看能不能割系统的韭菜。宿主，南平县第一卫生院药房充值中，暂时无法进行签到。我就知道系统的韭菜没那么好割，看来一个地点签到过一次后，不能再重复签到，可能需要一定的冷却时间。在药房门口签到，就能获得一个装满了药的小药箱，是不是说签到的地点对得到的物品有影响？那我如果去百货大楼签到，能免费得到里面的某种货物吗？去银行签到，是不是直接能拿到钱？要真是这样，那这个签到系统可比我之前想得到的农场空间之类好多了，至少得到的东西都是这个时代有的，不用愁手里的东西怎么变卖。这下真是小母牛坐飞机。把医院逛完，差不多也中午了。易青青刚走到病房门口，就看到他妈从病房里出来。你这丫头跑哪去了？还生着病呢？赵香兰一把把她拉到跟前，伸手试了试她额头的温度。妈，我没事了，躺得无聊才出来走走，咱们出院去吧，别花这个钱了。丫头，这种事你说了可不算数，咱还是得找医生看看再说。下乡的事你就别担心了，你先把病养好了，出院就去纺织厂顶我的班，反正你嫂子也怀孕了，我得在家看着她一段时候。易青青是真的感动了，这个妈是真心对她好。妈，我是自愿下乡的，你放心，我一定能适应的。而且我就算下乡了，不是还有你和爸吗？我先下乡去看看，要是乡下真的苦，我一定写信来跟你们俩诉苦，到时候你们还能不管我？而且我还不一定有苦吃呢，听说东北粮食多，说不定我还能给你们寄回来点呢。这工作啊，您就好好干着，谁也别给了。哎，丫头，那你去了有什么需要的，可得给我和你爸说，我给你寄过去。妈，你就别担心我了，您老也别想着我顶替工作了，帮我想想下乡要带些什么好吧，好多事情还要您帮我呢。就我那个嫂子的尿性，我如果顶替妈的工作，她非得把家闹得鸡犬不宁不可。我闺女长大了，知道心疼人了，你放心，妈的工作永远给你留着，要是在乡下太辛苦，就回来接替我。你这个嫂子不是个省心的人，你这段时间避出去也好，免得她刘美丽胀着肚子，老给你脸色看，等她生了，看我不收拾她。赵香兰硬是找医生来又检查了一遍，还想花钱买点常用药备着，到时候让她闺女带下乡去。一个赔钱货，花这多钱干啥？你要没生个赔钱货，哪来的医院住？真为你闺女寒心。再说了，又没花你家钱，你心疼个什么劲儿？赔钱货。嘿，你个小崽子，早上的鸡蛋真好吃，某个小娃娃都看得口水都从眼睛里流下来了。徐大娘的孙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徐大娘听后气坏了，说着就冲上来就要打人。赵香兰哪能忍，一把把他推了回去。哎呀，不活了！王医生，你就看着他们欺负我一个老婆子。我看你刚刚跳起来那架势，腰板子好得很，别占用医疗资源了，今天必须出院。说完也懒得和这个作妖的老妇纠缠，转身离开了。你们不许走，你们把我推伤了，赔钱。看着他们要走，徐大娘马上起来追着。你这不跑得挺快的吗？身子骨这么硬朗，就别学人碰瓷了。你实在想要钱，不如我拿那个凳子给你哐当一下，赔的怕是更多些。许大娘被吓得一哆嗦，灰溜溜的走了。医院离机械厂的家属院倒是不远，他们没多久就到了。刚进门，又看到刘美丽坐在桌前吃着鸡蛋羹。刘美丽，你怎么又偷吃鸡蛋？我说最近鸡蛋怎么销得这么快呢？感情都是你干的。刘美丽没想到他们现在会回来，一时吓着了，被赵香兰这么一骂，她顿时腰又挺起来了。我这都是为你们一家的孙子吃的，他说他想吃鸡蛋羹了。早上的煮鸡蛋没有你的份吗？咱也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可经不住你这样一天3顿的造。当初就看这个女人不是省油的灯，
亏得我死命拦着，没想到儿子这么不争气，被人家哄得五迷三道，非要去。我这个当娘的怎么说都不听，看看现在他这个样子，真是气死我了。反正我吃也吃了，你总不能让我吐出来吧？那可糟蹋好东西了。易青青看他妈气得不轻，连忙转移话题。妈，我也饿了。赵香兰面色缓和下来，斜了刘美丽一眼。我去给我闺女做好吃的去了，你既然吃了好的，就不用再糟蹋粮食了。眼看着刘美丽还要张嘴，易青青止住她的话头。嫂子，我就在医院听到护士说，有个孕妇孩子太大了，生不出来，然后大出血，最后人还没了，孩子倒是剖腹取出来了。据说这人就是怀孕期间生怕饿着了孩子，天天猛吃猛喝，也不怎么走动，孩子才发育的太好了。你可别吓唬我，我不怕。青青，你说是真的吗？易青青点点头。就是左给我打点滴的那个护士姐姐说的，她听妇产科的同事讲的。护士当然不会跟我一个小姑娘八卦这些，说这些自然为了吓刘美丽的。不过这话也是有道理的，嫂子自从怀了孕，就像揣了块金砖似的，在家啥事不干，天天除了吃就是睡，也不活动一下，还天天喊吃不饱，对孕妇可不是好事。听易青青讲的有鼻子有眼的，刘美丽有些相信了。午饭时她果然不闹着还要吃了，还一反常态的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易青青跟赵香兰前后脚出去，一路上发现了好几个签到地点，可惜她囊中羞涩，只剩3个签到点了。最后她想了又想，还是在粮站和银行各签到了一回。签到成功，获得细粮30斤；签到成功，获得100元。目前看来，签到地和签到获得的东西关联性很大，这就有很多操作余地了。第二天，易青青睡醒第一件事就是呼叫自己的系统：狗子，狗子，快出来！再叫我狗死，我就自爆！哼！好了好了，那就不叫你狗子了。这还差不多。狗子，我的签到点怎么多了一点？你这个妖精！本系统每天会自动产生1点签到点的。听到系统这么说，易青青总算是放下心了。还好不是坐吃山空，不然哭都没地方哭去。这几天易青青也没有出去找签到点了，而是在家收拾下乡要带的东西。他妈赵香兰这些天抽着空的采购了好些东西，听说东北冷，还准备了厚被子。大概第3天的时候，之前的签过到的那几个签到点已经重置完成了。于是易青青又去了一趟南平银行签到，获得100元，在南平县肉联厂签到，获得猪五花肉5斤。现在钱倒是有了，但是粮票肉票都没有，在国营饭店也吃不了饭，去看看能不能签到得到什么东西。在南平县国营饭店后厨签到，获得厨艺技能，解锁技能教学模式。二狗，这个解锁技能教学模式是个什么东西？宿主，这个简单点说，就是可以用签到点升级你获得技能等级，技能等级越高，做的效果越好。那县高门口那个要3点才能签到的签到地是啥？不会是学科技能之类的吧？话说上集，易青青在国营饭店签到以后，获得了厨艺技能，并且解锁了技能教学模式。问了系统，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狗子，这个厨艺技能教学模式是个什么鬼？宿主，是这样子的，签到获得的技能可以使用签到点进行升级，也可以使用系统刚解锁的教学模式提升技能等级。技能教学时，身体处于休眠状态。为了宿主安全，请不要在可能被其他人窥视的条件下进行技能教学。易青青左右看了看，自己现在就站在大街上，突然就这样晕倒了，确实不太合适。他赶紧跑回了家，进自己卧室，把门反锁了，立即躺在床上。狗子，狗子，进入技能教学模式。这不是国营饭店的后厨吗？怎么朱师傅也在这？我是你的厨艺老师朱大山，我只能帮你把厨艺提升到2级水平。我擅长的菜是红烧肉、猪肉炖粉条和9转大肠。然后易青青就跟着朱师傅开始了他的做饭教学。经过2天半的厨艺练习，易青青终于出道了。口误，是技能提升到2级了，嘿嘿嘿。恭喜宿主通过技能教学模式，厨艺技能提升至2级，奖励5签到点。警告：签到点升级无此奖励。加上系统奖励的5点，自己身上现在可是有8点了，明天就要下乡了，得赶紧去签到一波。
现在这个年代，大学生可是香饽饽，况且考大学也是咱主角的主线任务之一，得去南平县高去签到试试。反正现在签到点多，身板子硬。丁，恭喜宿主在南平县高签到，获得高考技能。丁，恭喜宿主解锁高考技能教学课程。丁，目前宿主高考等级1级，距离2级进度已达到88%，最高可升级至3级。终于把人生的一件大事解决了。还有5点签到点，易青青依次签到，获得了鸡蛋50个，5箱花生5斤，14寸黑白电视机1台。怎么黑白电视机都出来了？回家一进门，易青青就看到刘美丽整个人都贴在她的房门上。嫂子，你爬在这干嘛？你突然出声干什么？吓我一跳！谁叫你鬼鬼祟祟的？青青，快进来！妈，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别理那个眼皮子浅的，怕是看到我在收拾东西，想看我给你了些什么吧。你明天就要走了，我请了2个小时的假，提前回来把东西给你理理。快过来！这么多东西，你一个姑娘家，坐这么长时间火车，带这么多东西也难拿。还好现在还没入秋，衣服还能轻省点。这个大些的行李箱里面装了稍薄一些的铺盖、换洗衣物和一部分日用品，看着大，其实不重，你能拿得起。那床厚些的新棉被和你的冬衣，妈最迟下周就给你寄过去。你记得及时去邮局取，顺便回封信来说说情况。过得不好的话，妈就是拼了命也给你想办法回城。路上就用这个小包裹，里面都是小件的日用品，还有1斤糖果。到时候可以用这个跟村里人或者其他知青拉近一下关系。干粮到时候也放这里面，钱票只有1点，冲冲样子。这20块钱是你哥昨偷偷给我，让我交给你的，他也不放心呢，就是爱着你嫂子。到了那边缺了什么就自个去买，用完了来信妈给你寄，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千万不能和乡下年龄相当的未婚男人接触多了，免得吃亏。一定不能和你王婶那个闺女一样，因为怕辛苦就找个乡下男人嫁了，到时候回不来，爸妈得有多伤心。听着自己老妈不停的絮絮叨叨，易青青的眼泪如泄了闸的洪水，再也忍不住了。赵香兰此时也红了眼眶，拉着女儿的手，从小到大都在自己身边的女儿，这下来好几年都可能见不到了。妈，我明白的，你放心，最多4年，我一定能回城，到时候还要考大学，带你享福呢。在门外偷听的刘美丽听到易青青说要考大学，心里有些嗤之以鼻。还考大学，怕不是会在乡下找个野汉子嫁了吧？妈，志刚他们快回来了，饭还没做呢。催什么催？你就不能做饭吗？新媳妇还天天找着婆母要饭吃，要脸不？我这不是怀上你们一家的孙子了吗？青青啊，记着妈昨跟你讲的话，有事就给妈写信。妈，你们都放心吧，我都记着呢。易青青刚找好自己座位，就听见系统的声音：发现金陵至东北知青专列限时签到地，是否消耗1签到点签到？签到。丁，宿主在专列限时签到的签到，获得知青下乡大礼包1份。易青青此时并没有急着去查看签到得到的大礼包，她的对面坐着一个男生，垂头看着书，眼眸如墨，面容似冰，薄唇微抿，书卷气中又夹杂着一种距离感。长得可真帅啊！易青青心情平复过来，便在心里默念道：打开下乡大礼包。可真是贴心的好系统，这次签到得到的票据基本都有了。喜悦过后，易青青有些无聊，抬头看到云姑远此时也正在看天，两人目光又迅速转移过去。云姑远看了会风景，终于静下了心，又看起书来。过了不久，车上又上来2男2女。你们好，听说这知青的车票都是按分配的地区发的，咱们应该都是去铁岭县大兴公社的吧？认识一下，我是郑小龙，海市人，分在大兴公社响水村。我叫陈志和，跟他是高中同学，也是去响水村的。这个郑小龙不就是书中的男二？那我对面这位就是女主了呗。原本郑小龙对女主就是从第1次见面起就生出了好感，这2人还有过一段暧昧的时期，差点就成就了好事。结果郑小龙竟是为了躲避家里的催婚跑下乡来的，有个从小一起长大是焦家的青梅，后来也追着郑小龙下了乡。一番感情纠葛下，最终还是选择因伤在铁岭县休养军人的男主。易青青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顺着往郑小龙看去，果然对面是个扎着现代发型的女孩。书中的李梦雪穿越前是个小有名气的美妆博主，逛超市的时候穿越过来的。她的金手指就是那个空间超市。李梦雪穿越前的家境一般，父母重男轻女，
为了给他的同胞弟弟买个工作，不惜把她嫁给一个年逾30的官夫，换那200块钱的彩礼。李梦雪一穿过来就火速报名了下乡，她有一整个超市的物资做后盾，也不用担心下乡后的生活。这边李梦雪正为逃离了原主的极品家人而开心，也没心思理会他们现在的互相介绍。你们这同学分到一起运气可真好，我姐也是这批下乡的，只是我们俩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对了，我叫钱奶奶，也是去向水村的。行了，我知道我的名字挺吉利的，不用笑这么大声。你们呢，不介绍一下？李梦雪被两边的女生介绍反应过来，我叫易青青，南平县人，也是去响水村的。他嘞？你们不是一起的吗？我不认识他，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这人头顶一个显眼的签到地标时如此醒目，他一上车就看到了。云谷远，响水村，谢谢。易青青看向他伸过来的手，赶紧趁机签到。在云谷远签到的签到，获得大力丸1颗。大力丸，狡猾般的女子，怕是难以招架农活的辛苦大力丸，食之可暂时大幅增强人的力量，持续1周，多次食用可缓慢改善人的体质。虽说在云谷远身上签到得到了东西，可一个姑娘家的，而且还有这么多人看着，他也着实不好意思。就在这时，反应过来的李梦雪自我介绍道：大家好，我叫李梦雪，也是去响水村的，刚才有些走神，大家都是去一个地方的，以后请多多关照。随着李梦雪的介绍，这才知道大家都是去响水村的知青，也都渐渐熟络起来。我这有些零食，大家纷纷吃点，也免得无聊。说着就把袋子里的零食拿着给大家分了。可是当拿着零食的手碰到云谷远的时候，系统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在云谷远签到地签到，获得大力丸1颗。这云谷远就是个人形签到器啊，金主爸爸得伺候好。嘿嘿。于是易青青再次殷勤地拿出零食递给云谷远。我拿他零食，他就这么开心？于是第2次投喂他也收下了。不过吃了他好些零食，云谷远有些过意不去，掏出了一个手绢仔细包裹的东西。签到点用完，到手3颗大力丸。易青青看云谷远是越看越顺眼，于是笑着接过。这是麦芽糖，好甜，来，大家也吃。看他喜欢，云谷远嘴角的弧度不自觉地上扬起来。他倒是大方的姐。随着几人的相互介绍，各自下乡的原因也都有了了然。几个人其实都有点底气，下乡对他们来说只是苦点，不至于感到绝望，因此还保持着年轻人的善良和做人的底线，也没有别的小说里面经常相互发生的占便宜、眼红事件。下了火车还要坐汽车到铁岭县城，好在汽车站和火车站挨得近，很快就买好了票。汽车不算大，大家也都坐在车上相互挤着。易青青瞅准机会坐在了云谷远旁边，看到易青青如此，云谷远的嘴角 AKA 都压不住了。这几点签到点都用在这个人形签到器上吧。在云谷远签到地签到，获得大力丸1颗。车到地方后，易青青一行就下车准备离开。你们不许走，我的东西被偷了，肯定是车上的人干的。李梦雪正被车上的气味呛得难受，还让人拦着不让走，忍不住抱怨：我们又没站在一起，关我们什么事？你这么着急走，说不定就是你干的呢。你在最里面，我们在车厢中间，隔这么远，谁的手能伸这么长？是啊，我记得他们几个上车时，这闺女还提醒了把包背胸前了呢。要不是他，我说不定也要遭陷了。怎么会是他？那他说不定是和贼一伙的呢，不然怎么不肯多留一会儿？报公安吧，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报就报。很快，公安的人就过来了。公安同志，我包里的钱票都被人偷了，就是这车上的人，我要求搜查一下所有人的包，特别是他们几个，我严重怀疑是他们。凭什么？你的东西丢了就要侵犯大家的隐私吗？而且我们的包都是提前打包好的，包得严严实实的，谁还能这么快打开包袱，把东西塞进去？就是，凭什么查我们的包？说不定小偷中途就下车了呢。易青青也不太愿意，而且王玲玲这意思是想大庭广众之下由他来搜，便出言问他：你丢的只是钱票吗？有什么特殊的标记你能辨认出来吗？有的话还值得一搜，没有的话谁身上还没有钱票呢？你怎么才能说明是你的？我记得我一共有多少钱？同志，小偷身上也不会只有从你那偷来的钱。这样吧，你一路上周围站了些什么人？你只认出来，我们仔细审查一下，看有没有前科。我不记得了。什么线索都没有，公安同志也只能登记后离开了。大兴公社的一共26个知青，到响水村的
除了易青青他们6个，另外还有2个女生，一个就是刚刚被偷的王玲玲，另一个叫刘春信。不一会，响水村的大队长赵有田赶着辆牛车就过来接他们。这几个男知青个子倒是不矮，就是清瘦得很，浑身都没2两肉，干农活怕是不行。咦，这个闺女看着娇滴滴的，自己提着行李还走得飞快，倒还是可以。这闺女咋回事？刚来就哭了，是不是想家了？她的东西在汽车上被小偷偷了。哎呦，咋还有扒手了？我们县的治安还挺好的呀，倒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如果是县里治安好的话，那偷我钱的就是外来的人。这时候易青青似乎想到什么了，对着王玲玲说道：你的钱票就这么放在包袱里吗？干嘛？你是不是用这个肥皂盒子装的钱？是又怎么样？要不是看见这个盒子被扔在车门处的角落里，我还不知道被偷了呢。这人能精准地找到你放钱的位置，拿出肥皂盒，把钱取出来了，还把盒子扔了，肯定是知道你的钱就放在这里。你想想自己什么时候漏了财，看看能不能找到线索。而且这口子这么整齐，对方估计还有刀。王玲玲闻言，眼前一亮。哦，对啊，我现在就去找公安。他就这么跑了。队长您消消气，咱先吃点瓜子，唠唠嗑。他钱都没了，也挺不容易的。公安还没走远，他肯定很快就回来了。听到易青青这么说，赵有田脸上算是好看了一点。大队长，你能讲讲咱响水村不？是不是有山有水的，特别漂亮？赵有田听他说咱响水村，还说漂亮，黝黑的脸都笑出了褶子。我跟你说，咱们响水村虽然偏，但山水养人，大饥荒的时候都没饿死过人，可是一片宝地嘞。看着易青青大咧咧的自来熟模样，云谷远眼里满是困惑。明明这样有些不雅观，但看他做来，竟然有种娇憨自然的感觉。太阳挺大的，都过晌午了，王玲玲也没说啥时候回来，我们难道要一直等下去吗？有田叔，咱把牛车往树底下赶赶，那边凉快些。哟，你这闺女比我还稀罕牛呢，这太阳哪能就把牛晒坏了？别看淑梅你们这些知青有文化，但也知道这多晒晒太阳对人有好处嘞，牛也差不离。赵有田宝贝似的摸了摸牛，这太阳晒着比我们南方舒服多了。过了不久，王玲玲哭丧着脸，后面还跟着公安过来了。最后一个是他。王玲玲对着公安指着刘春信说道：当时我装钱的时候，只有刘春信他们几个看到了，其他人都查了没有发现刀具之类的东西，只剩下刘春信了。公安检查一番后，也是一无所获，只是有一些钱票之类的。你不是说你家穷，都没带什么钱票吗？那这些是什么？玲玲，我知道你丢了钱，心里着急，但也不能乱咬人。我之前那么说是因为财不露白，我一个女孩子，要是告诉人自己带了好些钱票，说不定会招来危险呢。我之前在车上不是也提醒过你吗？不要把钱在大庭广众之下拿出来。青青她不知道咱们一起的几个人，这一路上都挺好的呀，大家应该不会做出这种事的。这不就是在指我瞎说的吗？春信，那你能不能借我几毛钱？我去邮局寄封信，让佳丽再寄些过来，不然我这日子可能难过了。你放心，等我回来了，我肯定还你。没问题。赵队长，那麻烦你们再等等，我下完信就立马回来。不久，王玲玲就写好信回来，赵有田急着回去，就招呼着几人赶紧上车往回走。牛车走了1个多小时，加上都是黄土路，把几人颠得不行。哎，这路可真个远的，出来买个啥可太遭罪了。公社的拖拉机半个月来一回，不想走可以坐那个出去，牛车的话就不能坐那许多人了，最多只能拉东西，其他时候要出来还是得靠脚嘞。大队长，那咱们村里乡亲有自行车吗？这你可就问对人了，咱们村啊，就我和村长家有自行车，不过都是家里的宝贝疙瘩，没有要紧事那是不会外借的。快到响水村口时，易青青看到了签到地，在响水村黄土路签到，获得自行车票1张。真是瞌睡来了，有枕头。好了，这个就是知青点，原来是村里的大会堂，还是砖房建的。这里面空间很大，分出了好几个小房间，你们几个都能分到一个房间。小周、小赵，你们过来。他们是新来的知青，你们俩领他们去安顿一下。哦，对了，你们刚来都是没有工分的，所以还是按以前的惯例，队里先借你们一些，后面再还。但是现在离秋收分粮还有很长时间，你们得想办法自己弄点粮食，后面可以用工分找乡亲换，也可以去县里买，不然怕是不够吃。借给你们的粮食，等下我就给你们送来。几人听后纷纷点头，表示无异议。等几人分好房子后，都纷纷出来在院子商量着要添置的东西。我们几个只有青青和孟雪有电筒，不如分2组，互相帮忙也能快些。我就和孟雪一组，她一个女孩子需要人照顾的。那我跟你们一起。
需要表现的这么明显吗？那来来，云姑远，我们几个一起吧。赵有田推着小车拉着粮食送了过来。等卸完粮食，赵有田刚走，王玲玲就忍不住抱怨道：“这粮食也太少了。”是啊，可能队里也不宽裕吧。我困了，先回去睡觉了，明天还有的忙呢。第二天天微微亮，易青青就拿着1斤红糖去了大队长家。请问这是有田叔家吗？对，你是谁？我是左刚来的知青，您叫我小易就行。您就是桂花婶子吧？我有点小事想找有田叔帮帮忙。哎呦，是小易知青啊！昨你有田叔回来就说，你们这批知青，你看起来最懂事，来就来，带东西干啥？快进来。有田，小易知青来了。易知青，你咋来了？来，坐下来说。叔，我就不跟您客套了，我想自己开火，想找人帮忙垒个土灶，另外还想添置些东西。昨个听您说村里有个老木匠手艺不错，能用粮食跟他换东西，就想找您牵个线，您看能行不？哎呦，原来是这事啊！这个是用不上你有田叔，桂花婶儿就能帮你干了，也不亏着你这1斤红糖。你桂花婶儿上午有时间，你看你还缺些什么，尽管问她。放心，你桂花婶保管帮你办妥了。那感情好，我这算是找对人了。走，我这就带你去找人，晚了怕人家上工去了。桂花婶子，我看你们家炕上垫了层草席，这个是咱村里人做的吗？这东西啊，家家户户的女人都会做，不过啊，要数我那老姐妹手艺最好，不仅草席比别家编的紧实，连背篓都会做呢。易青青眼睛一亮，这草席和背篓能用粮食换不？队上借你们的粮都不够吃的吧？你都拿去换了，后面吃啥？桂花婶子，您是不知道，我是被新进门的嫂子算计了，这才下了乡。我妈千百个不放心，生怕我在乡下吃苦，给我带了不少粮票，所以不会饿肚子，换点出去没问题的。原来是这样，一张厚实的草席，1个背篓，1斤半高粱面，婶子就能帮你拿下，还能让我老姐妹送你几尺长的草毡，钉在炕边的墙上，挡灰又保暖，咋样？那可太好了，您可真是个大好人。然后他就带易青青到了村长家，林桂花的老姐妹就是村长媳妇。冬梅，快出来，有好事来了。啥好事让你这么早就来找我了？这不是小易知青问我那炕上的草席是哪儿来的，也想弄一床，我不得吹吹你的手艺。他想拿2斤高粱面换1床草席，1个背篓，再送他几尺草毡。他回知青点去，再帮你宣传宣传，你也能多换点东西。这事啊，当然没问题，我晚点给你送过去，可以不？那就谢谢冬梅婶了。林桂花突然想到了什么，凑过来小声问她：“婶儿看你挺爽快的，又刚从城里来，应该有些票据。婶儿家里呢，有口小水缸和一口边上缺了个小口的铁锅闲置着，能跟你换点肥皂票、布票、糖票啥的不？”婶子，我知道您是个好人，都是为了我着想，我就不跟您客气了。我是真的挺想要您说的锅和水缸的，您说的那些票我都有，其中布票最多，而且我妈怕我省着不肯花，给我的保质期都只有1到2个月，得赶紧用掉。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咱们就换了。不介意，就换布票，你看7尺咋样？正好给你有田叔做身新衣服。没问题。哎，说起来，婶子还是有些占便宜了，待会我就找人给你搬来。哪有，我还要谢谢您呢，要不是您，我街可能都还开不了火呢。您这还包送货上门，可比我去县里买方便多了。小易知青，以后我就叫你青青了。婶子给你说，这家就是赵老汉，他的木匠活附近都是出了名的。他的儿子当兵牺牲了，平时就在村里做点物件，赚点口粮。桂花婶，我知道了。刚到赵老汉家门口，易青青就看见一个签到浮标，经过一页，易青青刚好签到点多了一点。在响水村老木匠家签到，获得木艺技能。竟然又是个技能。老赵，这是新来的一知青，人家过来找你修缮一下门窗，再买点桌椅板凳什么的。好啊，我回去把工具带上过去给你修修。有林桂花作保，两人很快交易完成，订好的家具，林桂花和易青青两人一起带了回来。我说今儿早上敲门怎么没人应呢？你在哪买了这么多家具？这是桂花婶子有田叔家里的，我屋里缺的东西太多，得亏他帮忙才置办了些。桂花婶子好，我叫钱多多，和青青一样，刚来的知青。你这个名字好，钱多多，钱多多，青青，东西都拿过来了，我先回去了，东西晚点我再给你拿过来。易知青，你家这些木头大多数还是好的，糟了的我给你换上就差不多了，不咋费事。好，您放手干就是。刚交代完的易青青就准备出去打点水。云姑远，你在上面吗？
今晚怕是有雨，我捡瓦呢，不小心掉下去了，没砸到你吧？真的吗？你可真厉害，我也找了人帮忙捡瓦垒造，要真是有雨，就算赶着了，不跟你说了，我去打水了。这云姑园简直神了，怎么在书里就跟他一样是个背景板呢？看他这样子，算是用不着自己帮忙了。天这么晴朗，哪里有要下雨的样子啊？梦雪，你在里面吗？梦雪，我看易青青带了好些物件回来，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问问她？几人走了不久，刘春杏和王玲玲也出来了。看到云姑远在房顶修缮瓦片，刘春杏心意一动。云同志，你能不能忙完也帮王玲玲和我也把瓦捡一下？我们不会这个。云同志。算了，春杏，我们跟他也不熟，不如去问问易青青，看他找谁帮忙捡瓦的，一样让人帮忙就行。刘春杏攥了攥衣角，没有再喊。大爷，这修个门多少钱？娃子，你说啥？我说修个门要多少钱？门为什么朝东？你这娃子问的都是啥问题？这是怎么了？就只有他易青青的声音能入耳，我刘春杏的声音怎么就没人愿意听了？易同志，怎么了？易青青同志，我们就是想问问你，你那些桌椅碗盆草席之类的在哪弄的？这个啊，草席是我跟村长媳妇冬梅婶子换的，她那应该还有，你们想要也可以去。桌椅盆碗是找老木匠换的，老木匠就是给我修门那个，不过他不接外人的活，你们想要的话，得在村里找个中间人。对了，云孤远同志还说今晚有雨，我也找了瓦匠，下工了会过来。等会儿桂花婶子还会来一趟，你们拿点东西问问他就是，他挺热心的，人脉也广。感觉才来一天，你就已经扎根新农村了，早上这么会儿功夫，你就办了这么多事，佩服佩服。谢谢，这个送你。李梦雪塞给易青青一个巴掌大小的小圆镜，进了前院，易青青又遇到了刘春杏和王玲玲，两人往外走。青青，你咋让那个大爷帮你修门的？玲玲，你这么问会让易青青同志为难的。你觉得让我为难，就把耳朵堵住，不要听好了。青青，你怎么能这么说？王玲玲，你要真想知道，就自己一个人来问我，我就只提醒这最后一句了。王玲玲要是不来，我可不会再多管闲事。真是可惜，我昨天拿出来堵大队长嘴的那包瓜子。这姑娘怎么还跟个炮仗似的，一会儿没见就炸了。这小易知青倒是个妙人。那个刘春杏怕是有点不对劲。郑小龙倒是挺会鉴表的，这刘春杏不就是绿茶婊吗？只不过他是在两个女人中间阴阳怪气。闺女，门窗我给你修好了，你来看看。可真是谢谢赵大叔了，今天辛苦您了。这是答应给您的高粱面，这个是我从家里带过来的一点小点心，您拿回去尝尝。过了晌午，桂花婶和她大儿子就带着水缸和铁锅来了。哟，这屋里看着干净敞亮多了。小易知青，你看这水缸放哪儿好？放那儿就行，到时候灶台就垒旁边。易青青把布票和点心塞给林桂花后，压低声音说道：桂花婶子，已经有好几个知青问我这些东西从哪来的了，我就跟他们提了您，您放心，他们都是不差钱的。这小易知青可真是个妙人儿。那我就不打扰你收拾屋里了。路上我碰见了有根，他去弄土去了，估计过会能就来帮你垒灶了。这会中午都下了工，老知青们也都下工回来了。赵姐，这知青叫啥？这么能耐，大队长媳妇都给他扛东西来了，又是刚又是过的。我也不清楚。你昨儿给他们带了路，就啥也没问。赵姐怕是担心和他们太熟悉了，被他们盯上来求接济吧。他们这批来的比我们当初还不巧，离秋收分粮还有大半年呢。队上借的粮食能吃2个月就不错了。你以为都跟你似的，就知道靠人接济？易青青把水缸灌满后，赵有根就来了。赵有根来了之后也不怎么说话，就埋头干活，3下5除2就把灶台垒好了，多出来的黄泥还帮他把墙上的孔洞抹平了。有根叔，这是给您的高粱面，还有一点糕点，辛苦您了。安安，就要2斤高粱面，这糕点我不能收。您别这么说，您还帮我抹了墙呢，而且这活干得又快又好，耽误您中午这么长时间，没能留您吃个饭，我心里过意不去，才想着用糕点抵了。新垒的灶还没干透，不能烧水。之前拿木盆回来后，易青青就盛了水放在外面晒。今天的太阳可比昨天大多了，勉强把这盆水给晒得温热了，现在正好端进来用。青青，怎么有血？挖捡好了没有？有根叔捡得又快又好，灶也垒得结实呢。我也请了他，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他等下午下工了才有时间来帮我干，还好我先问了你，不然这事儿估计还要等等才能办妥。李梦雪他们也去了，他们就还得排队。
今儿估计是弄不完了。对了，我回来时间那边那2个也跟着李梦雪他们去了桂花生儿家，不过手里什么都没拿，怕不是做人做傻了。确实挺傻的，没好处，这冒风险的事谁敢帮你干？算了，不说他们了，你屋里收拾好了吗？总算有点样了，我现在邋遢的不行，晒了点水，正要洗了睡一觉呢。你提醒了我也得晒点水，好几天没梳洗过了，我感觉自己都瘦了。对了，明天我打算去一趟县城，还去好些东西，你去不？想去买辆自行车，还要买把菜刀、油盐酱醋，这些也没有。后天就要开始上工了，都得准备好。我还以为郑小龙和橙子那样的，算是家里有钱有势的了，没想到还是你厉害，连自行车都能这么快弄到，这种的果然不一样。我明儿请你去国营饭店吃一顿好的，你能不能帮我把东西带回来？你要有辆车，我就能一次都买点了。好啊，那我明天可不客气了。你这是干了什么？我刚才去垒了个灶。我能去看看不？你这灶垒的可真好，你怎么还会这个？以前看别人做过就会了。简单的说了几句，易青青就回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自己总是忍不住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或许是被他连递了几次不爱吃的零食的时候，或许是把自己爱吃的糖送给他，他却大大咧咧的分给了别人的时候，或许是公交车上他被挤得挨着他的时候，又或许是昨天晚上打扫屋子的时候，他刚刚好像洗了澡，整个人都水灵灵的走过他身边时，那股香味真好闻。曾几何时，见识过父母之间曾经热烈却终归因现实变得凉薄的爱情后，就已经不会对这个东西有任何想法了。曾几何时，见识过父母之间曾经热烈却终归因现实变得凉薄的爱情后，就已经不会对这个东西有任何想法了。回到房间的易青青就抓紧了高考技能教学课程。自己高考技能的起始等级就是1级88%，再学习一阵儿，升了2级，就又能获得好几个签到点了。一进入高考技能教学模式，周围就变成了明亮宽敞的南平县高中教室。易青青同学你好，我是南平县高3组组长栾平，负责整体规划你高考技能的学习。高考技能以各高考科目测试成绩为准，分为文史类和理工类。连续3次模拟测验总分达到200分可升至2级，连续3次模拟测验总分达到400分可升至3级，连续3次模拟测验总分达到600分可达到技能上限完美。现在请你根据兴趣选择分科。现在自己并不知道77年恢复高考时具体考那些科目，原书中也没有提到这些细节，索性都学学看，还有3、4年才恢复高考，还是有试错的时间的。易青青正在屋子里面发愤图强的时候，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云孤远同志，我们屋里漏雨了，铺盖都打湿了些，你能不能帮我们去看看？云孤远同志，求求你了。云孤远同志，大不了我们给你钱，春信都这么求你了。这两人是怎么想的？大晚上的找一个男同志帮忙，帮什么忙？难道还要人家摸黑上房顶给你捡瓦？也不怕把人摔出个好歹来？谁啊？是我。你到底是谁？行了，我自己来。青青，我屋里漏雨了，能先在你这儿睡一晚吗？我其实也不想的，那和某个男人管得太多，一时担心屋里东西淋湿了。实际上自己他根本就没在屋里睡，超市卖床上用品的地方有席梦思大床呢，比这灰扑扑的炕舒服多了。你们怎么过来了？啊，别提了，一下雨，屋里到处漏水，郑知清就拉着我过来你这里，看看能不能借宿一晚，躲躲雨。我就先不进去了，梦雪的铺盖还没拿来呢。别站在我屋门口了，影响我睡觉。你笑什么？像你们了，大晚上的还要人家去给你们帮忙，你们很熟吗？这不自找没趣吗？这云孤远看起来像是好说话的样子吗？女主这嘴倒是挺毒的，就冲他对的这一句，我今天晚上心甘情愿的把炕分他半个。算了，玲玲，人家不理我们，我们就不找没趣了，走吧，再想想别的办法。 1973年2月22日，农历正月20，美国和中国同意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处。青青，你起来这么早干啥？我去把左换的衣裳洗了，等会还要和来来赶早去县城呢。你们也要去县城？我和郑小龙他们也打算去，要不一起？干嘛说这个呢？自己走的时候就偷拿了几十块钱，得早点搞清楚铁岭县黑市的位置，卖一些东西换点钱，等过几年形势好了，好利用这些钱发家致富。想到这，李梦雪又补充了一句：咱们可以一道去，一道回，中间去办自己的事儿就行。当然没问题。就当易青青在门口等钱多多等人时，恰好碰到不知从哪回来的云孤远。你这是要出门吗？和钱多多他们约好了去县城买东西。正好我也要去，就一起吧。两人四目相对，略有些尴尬。吃糖吗？易青青摇了摇头。
哦，反观云孤远，此时一脸的失望。这个给你，今天我请你吃糖。云孤远怔怔地看着他的手，眼里似有亮光。拿着。好不容易钱多多和李梦雪他们都准备好了，人都到齐了。回到屋子的云孤远偷偷地把手里攥的糖纸细细捋平了，夹在他喜欢的那本书中。做这些的时候，云孤远的心跳都不由得加快了几分。这要去买自行车的人，精气神儿就是不一样啊！易青青闻言，便顺手从手中的野花束里抽出一支，插在了钱多多的头发上。这花能堵住美人的嘴否？你这个作怪的小妞，看我不让你好看！说着就去追赶跑向前方的易青青。易青青现在浑身都是劲儿，走路都带风，钱多多哪里是她的对手？易青青，你别跑了，我不追了，你这是什么长大的，这么能跑？云孤远看着易青青打闹欢笑的样子，目光柔和了起来。兄弟，第一次看你笑这么开心，有啥好事不成？这易青青不是说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吗？竟然连自行车票都给他带乡下来了，可真宠他，我都有点羡慕他有对他这么好的父母了。你的父母对你不好吗？物质上他们还对我挺好的，就是掌控欲太强了些，总希望我走他们安排好的路，但我不想做他们的傀儡。到了县城，李梦雪便开口说道：我们各自先去买东西吧，最后在这里集合再回去吧。为啥啊？不就是去几个国营商店转一圈，有啥不能一起的？那可不一定，我买东西前还想逛逛县城呢。你要不想去，咱俩也得先分开。说着还朝钱多多眨了眨眼。那我和梦雪一起吧，还可以帮她拿东西什么的。不用了，我县城里有亲戚，我得去拜访一下。郑小龙比起云孤远来，还是显得不够成熟啊。最后是李梦雪和云孤远都是一个人走的，易青青和钱来一起，郑小龙和陈志和一起。青青，你干嘛不让我问？我总觉得李梦雪这人嘴里没几句实话，说是家里穷，但穿的可不差，我跟她都是海市底。但她身上的衣服我可见都没见过，而且那电筒也是新鲜东西，这会儿去买个东西也要长着夜走，我们难道还会贪他那点东西？我就叫做这人不实诚。谁都有不想告诉别人的事，我们没必要寻根究底，反正也没碍着我们什么事，想开点。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你这还比我小上半岁呢，怎么就懂这么多？哈哈，那是。易青青笑了。那是当然了。你还真是不谦虚。易青青与钱多多二人转了一圈后，便来到了铁线的供销社。走走走，先陪你去买自行车，我还从来没有亲自去买过自行车呢。周围买东西的人一听见自行车，哗的一下，那眼神全都瞟了过来。你好，是想购买自行车吗？是啊，想问一下，这个自行车得多少钱？150元，另外还要自行车票。这个时期，自行车也就这2-3种牌子，没什么好挑选的，但是质量确实好的没话说。易青青随便指了一辆就买了下来。看着易青青二话没说就拿下了一辆自行车，钱多多眼睛都瞪圆了。青青，我看是你才是钱多多，以后叫我钱嫂嫂吧。还有，今天买的东西我还是自个儿背着吧，这新自行车可别被压坏了。你这么说，那我国营饭店的免费大餐岂不是泡汤了？哎，可惜了，买自行车的快乐都抚平不了不能吃大户的伤心。吃，让你吃个够。然后两人又买了一些生活用品，帮我拿1斤麦芽糖、1斤水果糖和1斤红糖。你买这么多糖干什么？我记得你带的水果糖都还没吃完吧？还能干什么？谁让某人爱吃糖呢？以后签到少不得要找机会碰他，拿糖做理由比较不容易被拒绝。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我比较爱吃糖，平时不怎么来县城，就一次性多买点。是这么多糖，你小心坏了呀哦。除了糖，易青青还称了2斤肉，1袋子鸡蛋糕、油盐调料，还有细粮也给买了一些，最后还买了些菜种子。你这也太奢侈了，这细粮能换多少粗粮？这么吃，你的粮票够用吗？够的。队里借的还有粗粮，掺着吃会好吃点。而且我妈给我的票都是快过期的，她就是怕我攒着不肯用。钱多多倒是没买多少东西，就买了一些日常用的，粗粮买了10斤，东西倒也不是很多。你只买了这么点东西，到时候我可以直接把你连任再回去了。易青青已经吃了好几个大力丸了，背这些东西一点也不觉累。我算是服了你了，背这么多东西都脸不红气不喘的，真是天生神力嘛。走，吃饭去。你放心，你把我喂饱了，我今天肯定把你再回去。不信你现在就可以做看。两人打打闹闹来到了国营饭店。青青，再2来份红烧肉，再点个素菜，可以不？一点也不划算，这点了红烧肉，还要点个主食，不仅花钱，还要票，还是鲜肉饺子划算些。不要票，2毛钱1两，咱们2个4两饺子就差不多能吃饱了，
还不用再点主食。你可别为我生气。我买了肉的，自己回家做不香吗？干嘛费这个钱？这北方的饺子我倒还没吃过，想试试。看钱多多还在纠结，易青青催促道：“你快去排队，接你请客，负责把我喂饱了，我等会负责把你再回家。”他把钱多多推去排队，自己晃荡到后厨门口。发现铁岭县国营饭店后厨签到地，是否消耗5个签到点签到？5个签到点，这得多高的厨艺等级？易青青转身碰到一个大婶，于是拿出一颗糖果递给那位大婶，开口询问道：“婶儿，请你吃颗糖。我看您应该是本地人吧？跟您打听个事儿，我看这饭店人气火爆，大厨的手艺是不是特别好？”你是下乡的知青吧？这国营饭店的老师傅是祖传的手艺，有来头呢。炒的青菜都比别人好吃。钱来来拿着号回来，凑到二人身旁，听听二人都在说些什么。我闻着这饭菜香得很，打听了一下，饭店的师傅厨艺特别好，咱们有口福了。哎，你们也在这儿？你们看到孟雪了没有？易青青和钱多多齐齐摇头。我们就在这条街逛了逛，没碰到他。他可能在亲戚家吃饭吧。美美的吃完一顿，4人准备返回约定的地点。云姑远，云姑远，我们在这里。兄弟，可以啊，不声不响的也买了自行车。咱们这批知青，这么快就有2人买自行车了？什么时候自行车这么容易买到手了？你俩要是想要，当然也可以拥有。我哪弄得到自行车票啊？你这辆车应该不是买的吧？对，我在废品站淘了点零件，自己组装的。哇哦，你咋什么都会？为什么这人身上不能牵出技能来？要是可以，那我也不用到处找签到地了，可着他一个人薅就是。有，我不太会做饭，有空得研究研究。郑小龙四周看了看，见没什么人注意这边，凑到云姑远跟前，小声说：“兄弟，还能做1辆吗？”可以是可以，100块。阿俊，你要不要也弄1辆？那肯定了，给我也组装1辆。那好，云同志，帮我和阿俊同志1人组装1辆，我俩先给你50块钱定金。在县城路口跟李梦雪会合了。梦雪，云知青自己在废品站找的零件，组装了1辆自行车，我和李军也找他定了，说是100块钱1辆，到时候可以借给你用。不用了，我也找云知青订1辆就好，这样大家都方便一些。云知青，你有自行车，能不能帮我把东西载回去？5毛钱。多多，弄好了没？准备回去了。钱多做好后，易青青双脚发力，嗖的一声就骑远了。你骑慢点，我的屁股要跌碎了。哈哈，快点，有风吹，多凉快。那是谁？看起来怎么有点眼生？哟，这是刚来的小易知青啊。大队长媳妇，这人你认识不？小易知青是前儿新来的知青，一伙人来了8个，就她一个小姑娘最会来事，嘴也甜，不止我家那口子夸，我也喜欢。小易知青家里可宠着呢，父母双职工，下乡来给她带了多少好东西，这不，一来连自行车都买上了。要我有这么个可人疼的闺女，我也宠。那个背一大背篓东西，后头还载着个背了背篓，还抱着口锅的姑娘的，就是小易知青。这得多大劲儿才能载这么多东西，还和那个男知青骑的一样快？桂花，这闺女力气大，到时候你跟大队长说说，把她分我们小队来，肯定比其他知青强。行了，人也走远了，别闲聊了，赶紧干活儿，在磨洋工小心扣工分。这边易青青他们到了知青点的时候，就被一群村子里的小孩子们围住了。大家都乖乖排队站好，姐姐给你们分糖吃，每个人都是1颗，大家都不许抢，谁乱动就没有了。小孩子们一听，立马乖乖排队，都不敢乱动。来，第一个小朋友过来告诉姐姐你叫什么名字。姐姐，我叫赵小丫。真棒，赵小丫，来，姐姐给你糖。然后他像这样给每个孩子分了1块糖。好了，姐姐兜里的糖都被你们霍干净了，去玩吧。云姑远和易青青以及钱多多3人刚回到家门口，刘春信便迎了上来。云同志，这自行车是你的吗？昨晚上碰一鼻子灰，这就忘干净了。和你有什么关系吗？云同志，对不起，昨晚上给你添麻烦了，你别生气了好吗？云姑远同志，女同志跟你说话呢，你理都不理，是不是有点不尊重人？昨为了找你，春信还淋感冒了。玲玲，你别这么说，我没事的。哼，昨晚是我让你来找我的吗？再说了，大晚上你们过来找我，别人看见会怎么想？还有我跟你们很熟吗？哈哈，云同志说话挺气人的。原著中他可不是个反派啊，可现在怎么回事？老搞些小白花的事。云姑远说完就走了，刘春信和王玲玲此时也赶紧闭嘴，不敢再说什么。
易青青同志，明天就要上工了，我们还缺好些东西，你能不能把车借我们用一下？不借。看吧，我就说易青青不会借的，她，不好意思，说我坏话，连等我走远了都做不到吗？咋的，就该借你，不借就不是好人了吗？说这话，摸摸你兜里的钱，看看亏不亏心。也就是王玲玲眼瞎，真肯带他一起去买东西。早上咋不出门？早上不去，公社也有个供销社，这就去，天黑前还能回来。在这装什么装？借你是情分，不借你是本分。你刘春杏照照镜子，看看咱俩有情分吗？易青青说完也不做停留，直接走了。刘春杏被说中了心事，不敢再多嘴，只一个劲儿的捂脸哭。他不是说我不肯带你去吗？走，咱们这就去供销社。别的不说，肥皂还是能分你半块的，牙膏也能和我一起用。过不了多久，你家里就会把东西寄来了，也不需要再仰仗我。还是拿点东西出来糊弄住王玲玲，不然我就成孤家寡人了。王玲玲此时虽然有些疑惑易青青说的那些话，不过此刻一听刘春杏的话后，立刻感动的不行。比起云子清，你的嘴也不遑多让啊。不过你前边那么说，不会是怀疑王玲玲的钱是刘春杏偷的吧？那天我们要等王玲玲，你发现没？只有刘春杏睁眼说瞎话，说什么太阳大，不想等的意思，我就怀疑她做贼心虚了。还有，王玲玲放钱的地方很可能是认识王玲玲的人偷的，而坐在一起的知青嫌疑是最大的。后来两人回来了，刘春杏跟人家关系好的样子，像是等一等连太阳都晒不了的吗？只不过没搜出来东西，也没有证据，而且他估计也知道我怀疑他，总是不着痕迹的撺掇王玲玲离我远点。王玲玲也是个傻的，只要他刘春杏不再在我面前作妖，我也懒得管了。你这么一说，我也就得想了，刘春杏说的什么为了财不外露，有点牵强。哎，真是什么人都有，这回我买了手，可得把我屋说好了。两人各自回了屋，把东西放好了，又背着背篓出来了，准备上山捡点柴，今儿起就要自己开火做饭了。被易青青这么一对，让刘春杏某些小算计没能得逞，反而还得贴补王玲玲，这下刘春杏彻底记恨上了。易知青这人真是小气，我想给些钱他，借一下自行车去一下供销社，我还没说出给钱，他就拒绝了，真是的，有钱了不起啊！是因为上午为垒造这事耽误了，没能去县城，下午又赶不及了，这才出口想借。本来还想说回来给他带点红糖感谢他的，没想到话还没出口，他就拒绝了。他家里条件是好，但也不能这么冤枉人啊！而且他家里也只是双职工家庭，今天买那么多东西，怕是家里把家底都给他带来了吧？也不知道他家里人要怎么过日子。这易知青真是这样的吗？今儿上工的时候，我还听大队长媳妇和村长媳妇都夸他呢，竟然是这样的人，真是人不可貌相啊！我都为刘知青你委屈，同是知青，怎么能恶意揣度人呢？本来下乡就够苦了，还不互相帮助。哎，我记得你今天是先向我借的车，是不是给你说我们不熟？易知青虽说也没借，好歹告诉了你们公社有供销社，怎么就只说他一个人的闲话？刘知青，这位知青说的是真的，你刚刚怎么没有说？可你问的是易知青呀，我自然不好提别人啊。革命青年志在四方，扎根农村干革命。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各位知青同志们，大家抓紧时间上工。清晨，村里广播的声音刚响起，易青青所在的这群知青三五成群的围在一起，准备一起去上工。大家来了2天了，一直没有机会互相认识一下，今天上工好不容易碰到一起，不如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免得都是知青，到时候连名字都叫不出来，让村里人看笑话。就从我先开始吧，我叫卢先进，陕北人，去年下乡的。原来他就是书中考上大学就抛妻弃子，还另攀高枝的年代版陈世美，凤凰男，长得倒是人模人样的，难怪能骗小姑娘呢。其他人也接连简单的介绍了自己。平原书描述猜的几个人都没错，老知青里长得最好的女知青就是汤兰，火箭油莲的类型。开始走小白花路线的刘春杏手段不知道跟她比起来如何，但这长相上就差了一筹。云同志和易同志家里条件肯定很好吧？刚下乡就买了自行车，不知道父母在哪里高就？可称不上高就，就是普通老百姓罢了。只不过我爸妈比较宠我，才给我多带了点东西。易同志，要我说，咱们知青之间还是要互帮互助的好。昨儿你没借刘知青自行车，他本来打算答谢你的红糖都没送出去，你可是亏大了。怎么回事？都冲我来了？哦，原来还有红糖送。昨借车的时候咋不说？当然，你说了我也不会借，我对你不是第一回了，都知道自己和我的关系一般，还找我借，
被拒绝不是应该的吗？还红糖，记恨我的人给的红糖我敢要，嫌命长呢。约这么说，你们之前就关系不好？那刘知清你怎么还找他？这新自行车关系好的都不一定借，更别提关系不好的了。敢拿我当枪使，今天就让你看看东施效颦的后果。我也是没有办法了，今天就要上工，好多东西都还没买。王玲玲看了看刘春信一眼，眼里有些复杂的神色。队里在村口田头集合，给每个小队分配任务。易青青第1小队，李梦雪第2小队，钱多多第3小队，刘春信第4小队，王玲玲第5小队，云孤远第6小队，郑小龙第7小队，陈志和第8小队。青青，来，你是属于咱这一队的。我们知青虽说是下乡来支援农村建设的，但到了地头种地的事儿，还是各位乡亲们更懂，还得向您们学习。以后请大家多多照顾了，我争取好好干，不给我们小队拖后腿。哟，快别这么说，真是个可人疼的丫头，说话还这么中听。桂花，你说的真不错，这小易知青啊，是个好的。别的知青吧，刚来的时候哪个不指手画脚的，弄出好多笑话，哪有他这样一来就说跟咱学习的。小易知青，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翻红薯秧子，免得红薯秧子长出根须了，影响产量还不好收割。待会你跟着我就行。婶儿，我没种过地，这红薯咋种的？能跟你请教请教不？这红薯啊，大队里一般春天种，不过秋天有的人家粮食不够吃，也会在自留地里种一点，掐叶子吃，不过产量没有春天高。红薯经放，我们都用去年留的种育苗，要打垄子，土翻得松松的才能结得多。红薯秧子长到1米长的时候，就要隔段时间一翻。我昨去捡柴，瞧着有个知青在屋后开了个门，弄了个小院子，里面圈的好像就是自留地。这个大门弄院子找谁好？我也想这样弄一个种点菜，菜苗这些要怎么弄？我用东西换成布。当然没问题，弄院子这事还是找赵有根就行。你说的那个开了门的是谢知青吧？他的也是赵有根弄的。菜这事儿更没问题了，婶儿就能跟你换。我跟你说，婶儿家的菜园子那品种是最齐全的。你那儿有肥皂票不？1张票随你挑。桂花婶儿，我左刚买了2块肥皂，还没用过，不如直接匀1块给您。小易，下了工，桂花婶带你去我家的自留地摘菜去，婶子可是种了好几样菜。话说上集，易青青几人被分配好小队后，由林桂花领着来到了属于他们小组的农田处。哎呦，在响水村农田聚集区签到，获得种植技能。易青青此时也没去查看，开始卖力地干起了农活。中午，易青青和钱多多2人一起下工，走在回去的路上，钱多多忍不住抱怨道：哎，青青，太累了，我这样都快直不起来了。吃完午饭的易青青就拿着锄头转到自家屋子后面，打算做自留地的位置，把杂草清理了，用锄头挖出边界来。你咋从外头回来，还拿着锄头？我趁着中午歇着，把自留地收拾了一下。我打算跟谢知青那样，在后边开个门，弄个小院子，把自留地围上。上午我问过桂花婶了，找有根叔就行。易青青，你上辈子是头根牛吧？怎么这么能干？我这一上午干完，腰都快断了。你在下工以后还去翻地了？另外一个房间的云孤远将2人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忍不住连连点头。只是会不会太累了？浇花一般的姑娘，怎么就有野花的那股劲儿呢？李梦雪此时也难受得很，她的超市空间并不能帮她干活，就这么一天天的在太阳底下干，就算是防晒霜也拯救不了我的皮肤。这么风吹日晒的干3-4年，那我的脸到时候还能看？这不白瞎了这身体的长相吗？不行，我得想想办法。赵队长，我想去当个老师，我懂点外语，可以去给孩子们教外语。现在城里的孩子都在学外语了。什么外语老师？不成，庄稼人的王，认几个字，学会算术就差不多了，哪用得着去学洋鬼子说话？不成，城里学校教，那是城里的事儿。大队长，实不相瞒，我感觉自己下地干活儿不大成，也不想拖累了组里的进度。我自己有路子吃饱饭，工分儿多少我都不怎么在意，只要活儿轻省些就行，拜托您了。这事儿你找我不成，你把这东西拿回去，去村长家找你的组长，让他给你捡活，只要不在乎工分儿多少，这事儿应该能成。下午上工，易青青趁着休息的时候，拿着一个小本子和笔，把之前上课时记的种植要点藤抄到小本子上。小易知青可真认真，这种地的事儿他还用本子记下来了，还说种地也是一门学问。要我看，这才是下乡学习来了，不是来拖后腿的。可不是吗？这工分是他自己的，咱们管不着，可回耽误大家交活就不好。几人看刘春杏是越看越不满。
就知道装模作样。给大家说个事，明天有公社拖拉机去县里，大家加把劲，今天活儿干完，队里放3天半的假，大家该赶集的赶集，该休息的休息。小易知青，你前儿说你妈的东西怕是要寄到了，明天怕是要去拿吧？是啊，我妈千叮咛万嘱咐，要我收到东西了立马回信。今天下工了，我就回去写，一定让她放心。我在乡下好着呢，咱们组的婶子们也非常照顾我，特别是桂花婶儿，还学了好多种地的知识。这小易知青的嘴啊，比那红糖水还甜，说出来的话就让人心底甜丝丝的，可真中听。可不是吗？哈哈，那我就多说点，让你们不花钱都尝到甜味。哼，嘚瑟个什么劲儿？听到刘春杏不屑地说道，王玲玲不由得蹙眉。挨到下午下工，易青青急吼吼地回到房子。第一时云哥，你这过一会就要往那头看一眼，那边有啥好看的？村长家的小儿子高北柱正在叛逆期，自从有一回见着云姑远在山上一根削尖了的细棍扔出去就插中一只兔子后，就彻底崇拜上云姑远了。小孩子瞎问什么？抓紧干活吧。哦，知道了。儿子整天和跟屁虫一样跟在这个云知青后面，女儿喜欢的那个卢知青，我是怎么看怎么不放心，总感觉不对劲。可闺女和家里的婆娘都说好，真是糟心的很。想到这儿，他又瞥了一眼那个倒霉的卢知青，却发现自己的闺女给人家殷勤地提着茶水过去了。小香，赶紧回去，个人干个人的，别到处跑磨洋工。桂花，你说这老高跟个孩子似的，这闺女大了不得嫁人。这卢知青一直在我小队里，我盯着呢，挺稳重老实的，而且闺女也喜欢，他怎么就是不同意？你也别急，再看看小香，她也才18，还能等2年。再说这老高不也是为了小香好吗？村长眼光真准，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卢知青不是个好人。小易知青点头干啥？你可比小香还小1岁呢。我觉得桂花婶子说的太对了，这结婚啊可不能太早，女孩子还是要20以后结婚生育，对身体最好，年纪小了身体没发育好，生孩子危险着呢。拖上2年，卢先进肯定等不了这么久，说不定就黄了呢。哎，有上帝视角的我能就一个是一个，我太善良了。易知青，你说的是真的吗？还有这个说法？我下乡前生了回病，在医院住了2天，听医院的护士姐姐说，有个16岁就在乡下结了婚，一直没孩子，被夫家嫌弃生不出孩子，后来检查出来是结婚太早伤了身体才这样的，说20岁以后结婚生娃是最保险的。听易青青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一时间许冬梅也迟疑了起来。中午下工，易青青就喊了赵有根过来修自留地的篱笆墙。下乡已经快半个月了，他这段时间一直忍着没用签到点。狗子，我的签到点现在有多少了？宿主，您的签到点现在共计19点。之前去县里买的粮肉都吃的差不多了，妈给的粮票还有，肉票现在是没了，但是之前签到得到的还能吃上很长一段时间，就算吃完了，县里还有一个肉联厂签到地呢。所以比起物资，还是尽量把这些签到点攒着，用到技能上好点。这天队上放假，不用去上工，易青青琢磨着上山一趟，看看能不能弄点柴火什么的。易青青背着背篓上山，后山上倒是有好几个签到地。在后山野菜丛签到获得野菜1筐，在后山松树林签到获得柴火1堆，在后山草堆签到获得野鸡2只，在后山山崖签到获得百年灵芝1朵。签到有时候就跟抽奖差不多，易青青有喜有悲。柴火这东西倒是不必系统送他了，他随随便便捡的就够烧了。野菜勉强不错，好歹也帮他认清楚了。这里居然还有个小屋。教学猎人李飞鸿，等级3级，进度98%，居然是接近4级的水平，这次赚。